你好，我是阿力。我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讲解一下3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二部分呢，就是 ETC 再次发推文鄙视以太坊硬分叉的 ETHW。那么这一次呢，我尝试自己没有立场 ，ETH、ETC、ETHW 这3家的关系呢是错综的复杂，看看能不能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清楚这里面的利益的冲突。第3呢，也是今天的重点，说好的没有利空了，怎么突然又给你一次暴跌？市场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在接下来的行情中该何去何从？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的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上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实际上最近我们已经抓住了很多暴涨的币种了啊，那么在这里也不重复赘述了。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请在这个视频下方的缓冲群的链接加进去之后呢，找我或者是我的助手来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今天的第2部分啊。8月19号ETC 的官方呢发文表示不要相信啊，要求证，要小心 ETHW， 并且呢提出了5个警惕 ETHW 的要点，包括 ERP-1559 分发给某些人的多重签名、TVL 和智能合约的审查制度、混乱的决策制度、缺乏社区驱动力，以及网站错误的将 CEX 和矿池列为贡献者。然后呢 ETHW 官推呢给出的回应是高质量的讨论胜过有偏见的攻击，真是可怕的营销策略。那么就像我开头提到的一样，我今天呢不预设立场，我尝试呢公正的去评论一下整件事情啊。首先呢，一切都是威神以及他的团队引发起来的。那么威神的立场呢，是为了整个以太链更好的发展。那么这个上面的生态有更通畅的可以使用这个链，所以说以太坊要升级，要扩容，要降低手续费，并且呢提出来了政治正确的更加的环保。那么 POS 可以降低 99.95% 的能源消耗。威神这么做确实是抛弃了很多的矿工，背负了很多的骂名。 ETC 大家也都很容易理解啊。那么以太坊升级后，大量的矿工以及设备呢将面临关机，为了避免关机呢，转战挖矿 ETC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按照目前 ETC 的算力根本无法承担如此大的算力。以太坊算力呢今天是接近900 TH 每秒，而 ETC 只有40 TH 每秒。即便呢 ETC 再涨10倍，余下的500多个 T 的矿机呢也是只能关机，除非 ETC 能得到所有矿工以及大资金的协力相助，一口气拉个20倍以上。那么这样的话，矿机呢就不会面临关机，多余的算力呢也就没了脾气。ETC 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啊，应该是团结矿工，集资拉盘。这个市场呢依然是看价格说话的市场，你币价高你就牛逼，你就可以算力的承载能力大，拉上去之后呢，你 ETC 就是被广大威神抛弃的矿工们的救世主，而不应该冷嘲热讽别人的事情。大家说对不对啊？那么再说到 ETHW， 我们上面也讲到了，这部分的力量呢就是来自于那些多余的算力以及不满足于以太坊 ERP-1559 协议的矿工。当然了，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的伦敦升级带来的这些情绪啊一直没有被消化掉，所以它导致了矿工们对以太坊升级硬分叉的一次集体的爆发。但是呢，情绪的爆发呢只是归于情绪，要是 ETHW 真的是为矿工着想，认真做事，也是值得尊敬的。就怕这个时候啊有人会趁机挥舞着镰刀啊，并且呢极有可能是双面的镰刀啊，左右都能割，左边呢割散户，右边割矿工。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是非常同情矿工的。散户这个时候如果说怕被割，可以选择不参与，但是呢矿工可就难了，凭借一腔情绪呢去支持硬分叉，万一进场就是一个大坑，那可就惨了。那么我最近在推特上也是看到很多人批评 ETHW 的代码的问题啊，这可能真的说明团队力量不足啊，思路有一些问题。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呢，还是这个 ETH-ERP-1559 产生的基础的费用啊，被分发到了多钱钱包。前面呢我也分享过一个人的观点啊，对于这一方面的观点，他说如果你觉得 ERP-1559 不好，直接废掉不就行了吗？我认为他说的是极有道理的。既然是硬分叉，索性就要硬到底，之前所有的不爽的地方都给它改回去，对吧？
那么我相信呢，真理呢是越辩越明的。这个市场呢已经不像2017年之前那样的不透明了，韭菜们的记忆力呢也都好着呢，所有的记忆在互联网上都有这个记录的。只要有人作恶，那么这个市场呢一定会将它埋掉。各方争取自己的利益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但是作恶的人一定会得到惩罚。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目前市场呢在巨幅的下探当中，恐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29，前几天呢还是46，当时的很多人都高喊着牛回了。但是呢，事实总是与大多数人作对啊！我前几天也是做了一期视频，讲以太坊是否被盲目看多。其实我已经给出我自己的看法了，就是抵抗监管的以太坊不会有太好的涨幅的。那么今天的暴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第一呢，还是跟美联储有一个官员提出来提前加息有很大的关系。市场呢是非常的脆弱，熊市总是忽视利好，放大利空，牛市呢则是相反。那么在今天呢，美联储主席巴尔金表示美联储现在正在平衡对利率的迫切要求和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必须抑制通货膨胀，即使这会导致经济衰退，支持提前加息，还有很多时间才能决定9月份加息的规模。美联储将需要把利率调整到限制性的范围，但将从经济中获取有关利率需要有多高的信号，在这一点上潜在需求似乎比上次美联储会议时更加的强劲。那么今天的美股呢也是受这个消息跌的是一塌糊涂，美联储时不时的放出来一些不好的消息去打击整个的金融市场，但其实他们的目的呢还是想要资本降温降价。昨天国内的币圈呢还有一个传言说大陆要清退所有的币安用户那么消息呢都是在微信群内在流传，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如果说你知道消息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一下。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美元走强。截止到我准备这期节目美元指数已经到了108。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之前有聊过，美元走强，其他的资产呢就会降价，大宗商品呢就会降价没看过的朋友呢可以去翻看我7月6号的视频。那么这种暴跌的行情该怎么操作呢？毕竟在熊市当中，这种暴跌呢是属于一种常态。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习惯这种常态我也已经呢聊过很多次了，但是很多新来的朋友还是会继续问到底该怎么操作呢？那我们就继续讲一下，就是我的原则呢是大跌大买，小跌小买，不跌不买。你要将你全部想要投资在币圈的钱呢分成若干份，每次大于 5% 的跌幅呢就买2份，小于 5% 的跌幅呢买1份。那么买什么最保险呢？当然是大饼最保险。很多朋友问狗狗币现在能不能买，那么我认为呢，狗狗币到年底附近再进场那么再详细的这种策略呢就需要加会员来咨询我了。那么这2天有很多朋友埋怨说这个会员费太贵了，我昨天呢还有个会员赚了45000U，然后呢一开心的就给我的钱包打了一个大好的红包。我推荐的一个代币呢，你能抓住就能赚回好多年的会员费，而且呢我对你的1对1的咨询呢会让你成长很快。你自己学习可能要半年到1年，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学习的话，1个月呢就可能会上手了。欢迎大家咨询我进会员群。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呢，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